第1章镇妖关。欢迎收听调频广播 FM109.1。最新消息，王屋山旅游开发项目已尘埃落定。根据协议，金水地产公司将全权负责王屋山景区开发，目前拆迁工作已接近尾声。此前一直拒不服从拆迁镇妖关主持，也已经和金水公司达成协议，将于3日之内拆除。最终金水公司将于王屋山顶种建天师府。据悉，新建成的天师府每年将为青州市带来15亿的旅游财政收入。对此，青牛山村民对金水公司的开发项目表示极大支持。镇妖关破旧的道观里，面对30年前的半导体发出的不算清晰的声响，楚河放下了碗筷。我什么时候和金水公司达成协议了？他神色复杂地起身走向门外。道馆原本辉煌，可如今只剩下这一片院落和一座勉强不漏水的大殿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大殿牌匾之上3个苍球的大字镇妖关。历经2000年，镇妖关3个字一如当初，泛着金光，威严庄重。他微微叹气，最终还是保不住这镇妖关吗？楚河神情感慨，望向院中，只见到一个3米高、共9层的石塔耸立，此乃木塔，里面安放着楚河师傅的尸骨。楚河看着石塔愣愣出神，喃喃道：3000年前，恰逢春秋战国战乱，灵界封印松动，妖孽横行，肆虐人间，诸子百家乘运而起，联手抗衡妖魔，协力将其封印。2000年前，封印松动，妖孽复生，战乱丛生，三国乱世，五胡扰华，死人不知凡几。恰逢我到昌隆，道教高人联手加强封印，大乱遂平。700年前，又逢异族南下，封印再次松动，是我师父百星上人不忍见人间炼狱重现人间，舍得不败金身，以性命做设下大阵，加强封印，立下镇妖关，守护人间安宁。700年来，世风不古，人心日下，镇妖关香火凋零，妖魔蠢蠢欲动，屡次3番差点突破封印，全靠师父肉身道骨镇压。可如今，楚河神色黯然，不由梦回700年前。他并非这个世界的人，而是700年封印松动，从另一世界穿越而来。这个世界和他穿越之前的世界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，却也有一丝不同。譬如，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妖魔。那时候的他只是普通人，在这茫茫大山之中差点丧命糊口。百姓上人收留了他，给他饭吃，传他道法，带他游历世间。好景不长，3年之后，封印松动，百姓上人不忍百姓受苦，以散去通天，修为生死道消为代价，重镇妖魔。这一切都在楚河眼中。他犹记得当初问百姓上人，这一切都值得吗？百姓上人只是微微一笑。正所谓，我不如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若有通玄修为，却是民间疾苦而不顾，我又有何颜面自称上人？不必感伤，此番之后，百姓若能时时诵念我名，能教导凡人向善，不再滋生恶果，引动妖魔封印，便是大功德一件。说罢，百姓上人神魂与肉身散却，只留下金身道骨，存放于9层石塔之中，作为大阵镇眼，也就是眼前这座。楚河附身对着石塔一拜，眼中无喜无悲。彼时世人皆知，是我镇妖关百姓上人，不惜殒命镇压妖魔。当时我镇妖关门庭若市，香客络绎不绝。楚河又看了一眼破败禅院，可如今还有几人记得？您说只要世人向善，不滋生恶果，便是大功德一件。可如今人人逐利，心无恻隐，和当初妖魔又有何异？师父，你金身作化之处，便是大阵根基，而这镇妖关下方便是妖魔之门。可如今他们却要为了些许利益而拆了这镇妖关。呵呵，楚河仰天长啸，眼中不屑渐浓。为了供人玩乐，仅仅是因为缆车经过爱乐岛，便要拆了这700年维护人间安稳的镇妖关。可笑可笑！我对他们坦然交代，他们却说我是神经病。或许我真的是病了。楚河看着破败的道观，嗤笑一声。也对，如今道观落魄，就连门人也只剩下了我一人，他们又怎会把我放在眼里？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若非我700年来一日复一日的稳固阵法，
他们早就堕入阿鼻地狱了。可现在，楚河看着石塔，沉默良久。700年的艰辛，早就让他知道了世人都是什么面目。他坚守700年，并非为了世人，只是为了师父遗愿。可是师父，你错了，你为他们舍弃了性命，他们又是如何对你的？呵呵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足足700年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，希望他们能及时悔悟，否则生灵涂炭，又是一场浩劫。楚河又看向面前石塔，从怀中掏出了一枚金色珠子，乃是当初百星上人殒命之后遗留给他的，只要随身携带，便可让他永生不死，却也限制了他的修行，只能是血肉之躯，否则他又怎么会让镇妖关破落至今？按照百星上人所言，只要镇妖关遭遇灭顶之灾，便可直接炼化珠子，到时自然可获得破解之法。他从未想过有炼化这珠子的这一天，可现在也许是时候了。他将珠子郑重放回，转身拿了放在道观角落的扫把。门庭杂乱，是时候打扫一下了。与此同时，山脚下几辆挖掘机和推土机引擎轰鸣，金水公司的人带着施工队已经蓄势待发。有围观的记者正在进行采访，周围都是围观的村民。张总，听说镇妖观的并没有和你们达成拆迁协议，是真的吗？一派胡言。满脸横肉的包工头手一挥道，这件事情早就决定好了，只等明天一早就上山拆了那钉子护镇妖关。本章结束，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，请给我个关注、点赞、收藏吧，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